The Lexus， 许多人其实不知道 Lexus 名字的由来，网站上查到的解释也千奇百怪，什么 Lexus 名字来自于 luxury， 品牌之前是北美推出的，所以用了这个名字，又或者是 Lexus 的标为一个 L， 有一个椭圆包裹的图案，椭圆代表着地球，意味着 Lexus 遍布全世界。但是我有一个更直接的解释 ，Lexus 等于 Luxury Export to US。2007年1月8日，那时我还在上高一，而底特律国际车展上发布了一代 Lexus 标志性性能轿跑 The ISF。直到那年，我买了一部 PS3， 并随机附赠了一张 Gran Turismo 5， 才第一次在虚拟世界中接触到了这台 ISF， 深深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流线型的车身，肥美的屁股和4个8字形的排气管，伴随着 V8 TURGSE 的咆哮，就像带有一位磁性声线的成熟大姐姐，一次又一次地听着那7200转的叫唤。顺便一说 GT5 我最喜欢的是那 Racing Modification 系列，花166500 credit 就能将 ISF 赛化，配上这代由朗朗弹奏的游戏音乐专辑， V8 母兽配上古典钢琴乐，优雅永不过时，却让我这个屌丝在很多夜里久久不能释怀，翻来覆去，辗转反侧，那左右手总是那么的不自觉的幻想着哪一天我也能开上 ISF， 我一定也买一张 GT5 的原声乐，一边开车一边欣赏。可是事与愿违，不是我错过了它，而是价格居高不下。416匹马力，371 pound-feet 扭矩，来自一颗 5.0 V8 的心脏，也就是那赫赫有名的 TURGSE。5.0 升 V8 拥有着全铝合金 DOHC 双顶置凸轮轴，每个气缸有4个气门，由雅马哈设计的高流量气缸盖、钛合金进气阀、高生成凸轮轴和双长度进气系统。看到了雅马哈，你会想到什么？乐器、古典、韵味，控制的不是油门，而是演奏一门乐器。D4S 汽油端口和持喷系统，还有双 VVTi 和电子 VVTiE 进气凸轮轴，缸径和行程分别是94毫米和89.5毫米，红线转数达到6800转，压缩比11.8:1，能在6600转时输出最大马力和在5200转时产生最大扭矩，但做好程序，红线可以直指7300转。但丰田为这款车付出的不仅仅是一部发动机，还有丰田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 8AT AA801。变速箱团队找来当时 LS460 上的8速变速箱，在该基础上重新设计，这听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由于 ISF 的动力显著高于 LS， 因此需要一个更坚固的变速箱。重新设计的变速箱实际上相对较轻，采用了特殊的行星齿轮组，使设计更加紧凑。整个变速箱仅重212磅，但对 ISF 的 5.0 升发动机来说，扭矩容量绰绰有余。设计和开发变速箱的团队知道，要让驾驶者在公路和赛道上发挥全部性能，必须攻克关键领域：锁止离合器和换挡格栅。锁止离合器在自动变速箱中并不是什么新科技，通过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创建直接的动力途径，使其更高效。这通常在高档和低负载操作中进行，以在获得燃油经济性的同时保持平顺性。但 ISF 颠覆了这一理念，在手动模式下，除了第1档外，所有档位都采用锁止，这消除了从2档到第8档扭矩转换器产生的动力损失，同时在第1档保留了所需的扭矩，以获得理想的加速度。打你几次电话不听，干啥呢？昨晚太累了。我这有台 ISF， 地址发你了。什么？我马上到。
式打开，一点点小弹射。这车劲老大了！哦，得劲哦！说真的啊，这个黑科技关于它的这个8AT 来说的话，确实用了不少技术在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 torque 就像 instant torque 一样，虽然没有特斯拉那么夸张，但是这车的扭矩是在线的啊，不像那个192 M3完全没扭矩。哇，5.0的自吸 NA。这车老凶了，这车。转速到了一定程度后，这个声音就出来了，这个 cabin sound。我发现它这个转速啊，一定要踩过5000转过后换挡，这个换挡才没有那种迟钝感。不然这个8AT总给你一种就是 CVT 的感觉，就是换挡就是但是一旦踩过了这个5000转后，换挡就是这种 instant 的感觉，就是嘟这种感觉。你要说这车开起来舒服嘛，它平常就是一个代步的 IS。只是你要踩过了差不多5000转的时候，它的这个 ISF 的感觉才会出来，不然你在这个转速下面，平常就当一个 IS25开吧。整个座椅呢，给你感觉就是很沙发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奶爸快乐车吧。也挺灵活的，指向性特别好。不会有这种迟钝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同一代的 M3、RS5 和 C63之间，我觉得 ISF 是在同一级别里面做的最棒的一台车，因为它更像一个6边形战士吧，虽然它只是一个后驱，但它的操控，它整一个重量，还有你这个可玩性来说的话 ，ISF 是这4辆车里面最高的一个。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似乎这老东西显得有些不被年轻人讨好。自吸 NA 还跑不过杂交的丰田 Z4， 甚至是伊兰特 N。但它8个缸所演奏的音符，却不是这帮小朋友所能及的。毕竟 rap 听了就忘了，只有古典交响乐才能让人回味和沉浸。虽然它存在着气缸盖板、水泵、头段开裂等问题，但是这些都可以自己 DIY。其车辆的妥善率、可靠性在业界可是出了名。V8 4门后驱，外加雅马哈的调教，让油门变成了交响乐的指挥棒，可甜可盐。如同大家所说，人走车还在，一车传3代。